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云飞。今天我带来了红米 K70和红米 K70 Pro 这两个机子。最近应该是有非常多的人购买了 K70的标准版，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它的这个拍照详测，来看一看红米这个机型它拍照的情况，来看看它的这个拍照能力究竟在哪里。那么记得点赞投币，一键三连。那我们走着。第一张，我们先来看它的主摄。第一张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暗部这个地面它一个颜色星象的表现。K70它是反射的天空的这个蓝色，而 K70 Pro 它是地面原本的这种偏绿偏青一点的这个颜色，它们俩在这一块是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差别将贯彻整一个色彩对比中。按道理它们都使用的是光影800传感器，然后大碟大光圈完全是一样的镜头，那这么说只能是处理器调教的一个差异了。然后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它们细节的一个表现，细节上的差异在主摄上它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K70 它会看起来更锐一点，就是锐化会高一点，而 K70 Pro 它会更柔和一点点。这张照片还是我们的主摄，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左边的这个草地氛围感明显是 K70 Pro 的会好一些当然 K70 Pro 它这个天空也非常好，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假了。而我们放大之后可以发现 K70 它是有一点点这种锐化的迹象，而 K70 Pro 会好一些，这是主摄的一个明显差别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而到了这张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发现K70 Pro 的高光压制仿佛不是那么好，它这边的这个散光会比较多我们放大之后也可以看到 K70 Pro 它这边会有一点点偏灰，而这张从里往外拍的这个感觉 K70 Pro 它这个对比度会比 K70 普通版会更高一些，同时它的天空也会更蓝一点点。我们放大来做一个仔细的对比，在细节上 K70 Pro 的主摄会比 K70 的标准版稍微好一点点吧，但也没有好到太多。当然这张24毫米的主摄，我们放大直接来看它这个建筑，它是在建筑的暗面，它是会有一点点偏绿偏青的这种感觉我个人来说是不是很喜欢的。然后这张照片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总的来说它们的主摄差别还是比较小的。当然这次我想要对比的也不是主摄，而是 K70 系列的2倍长焦。我们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谁会更好一点点呢？我们先把小米14拿出来，然后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来看看它们3个之间2倍焦段拍出来的照片有什么不同。同一个场景下 K70 和小米14它的这个对比度是比较接近的，而 K70 Pro 它这个对比度会有一点点偏灰，没有小米14也没有 K70 那个对比度那么高。而我们看大楼的颜色，我们会发现 K70 的大楼调教和小米14的大楼调教它这个颜色是比较像的，但是后面的那个建筑的话，就后方那个大楼的颜色，它们3个又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这个色调，所以说这个颜色统一性它们3个之间是确实是有差距的接下来我们将逐个来分析红米 K70 系列它2倍主摄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首先是颜色上的差别，我们可以注意到桥的扶手它是有2种不同的颜色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马路的黄线也是不同的颜色。放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K70 的主摄2倍裁切和 K70 Pro 的单独一个2倍的镜头，它们之间还是有质量的差异的，而且质量差异是比较明显肉眼可见的。至少在这张照片里面它是这样一个情况。注意颜色的差别，大家看一下它们的区别，你会喜欢哪一个呢？但到了下面的场景，这个状况会完全相反。我们看到这张主摄拍摄的照片，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喜欢 K70 拍摄的，因为 K70 Pro 它这边确实还是发青发绿。放大之后，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K70 Pro 这边它会有一点点偏灰，它暗部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并没有压下去，而 K70它是对比度、明亮度都已经压下去了，而且这个氛围感表现的也很好。我们来到它的2倍，它们的2倍也是同样的情况。K70是沿袭了主摄它一个正常的表现嘛，对吧？它这个颜色还是不错的。而 K70 Pro 它有着2倍的镜头，但是它却没有呈现出相应的效果。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发灰，然后这个颜色我感觉也不是太正，就是感觉前面好像隔了一层玻璃什么的。我们放大来看一下，你就会更发现这个区别。虽然来说 K70 Pro 它这个细节会比 K70 要好一些，但是整个色调的表现是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优势的。以下这张红毯的照片，我们就更能看出一些端倪了。就这个颜色来说，大红色这个颜色，我们放大来看，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K70 标准版。在后面我依然拍摄了很多相似的照片，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观看一下，然后得出你们的结论。我的感觉是和我上面的这些结论它是一样的。K70 标准版打过了 K70 Pro， 至少在色彩画面表现上它是这样一个结果。好，我现在是在户外测试 K70 和 K70 Pro 他们的拍摄的一个表现，但我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点，就是我从屏幕上来看的话 ，K70 的这个颜色色彩会比 K70 Pro 的会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是它拍摄出来的照片是这样，还是说他们的屏幕调教有区别啊 ？K70 它这个感觉呢就比较好看一点，然后 K70 Pro 它这个颜色就会偏一点点这个绿和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时候我们再到电脑屏幕上面来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是夜景的拍摄对比，还是主要聚焦在2倍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夜景调教的如何。我们先用主摄来拍摄一张，看看它们的区别，似乎在颜色和清晰度上区别没有那么大。然后我们使用2倍再来拍摄一些照片，主要看一下它们放大之后的一个细节啊。K70 Pro 在这个场景里面并没有展现出很大的区别。在这种暗光场景下，我们再次来对比一下它们3个之间的颜色差异。这3个里面无疑是小米14它是最为通透的，其次的是 K70， 最次的是 K70 Pro。 为什么呢？小米14它通透的原因主要是里面颜色非常干净，玻璃的反光反射的是天空的蓝色。 K70 它通透的原因主要是就是里面通透，这个反光它反的这个天空蓝色并不明显。但是 K70 Pro 它里面这个灯光颜色是比较浑浊的，高光的处理也比较一般般。如果我要对它们排一个号的话，肯定是小米14、K70 和 K70 Pro， 这就有点奇怪了啊。但看完你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个例哦。就比如这张在室内拍摄的，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K70 Pro 和 K70 它的这个差距是有点大的。而一旦我们放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哦。K70 Pro 这个暗光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一般。我们可以再次和小米4放在同一个场景里面来做一个对比。K70 还有一点小米14的这个样子啊，而 K70 Pro 它这个调调是一点都没有学到啊。而这张窗外的场景，我们依然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放大之后，我们发现 K70 Pro 它的这个暗光表现能力是真的有一点点差劲。然后后面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以上这些图片，我们发现 K70 Pro 好像对比 K70 它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尤其是在2倍的方面，它拥有一个2倍的这个长焦镜头，但是它这个调的并没有 K70 主摄裁切来的好。那么如果给它们加上谷歌相机，那又是怎样一番风景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K70 和 K70 Pro 分别使用谷歌相机，来看看和普通的相机
它拍摄出来的照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距？谷歌相机能否把 K70 Pro 的它这个长焦优势给发挥出来？然后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是想要拍摄拍得好一点，但同时我们只能买红米的话，这两款机型我们应该选哪一个？接下来就是谷歌相机的专场，我们走着。我们先拿 K70 和 K70 Pro 分别拍摄一张2倍的照片，大家先记住这个感觉，然后我们3、2、1，我们切换到谷歌相机的拍摄的照片。哎，你会发现它们的这个质感、氛围真的提升了，不是一点点，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来放大看一下它们的区别。我们可以先得出一个结论，谷歌相机可以大大提升 K70 系列相机的成像质量和一个成像的氛围。我们先有这个基础，后面我们再来对比 K70 系列它的普通版和 Pro 版，它们之间在谷歌相机里面的一个差异。大家实话实说，这个提升是不是非常巨大？这里咱先声明啊，我使用的谷歌相机它是完全一样的配置，只是放在2个不同的机子上，它们俩的颜色差异主要是因为镜头数字它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来仔细的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区别。K70 它这个从主图上来看，它会有一点点轻微的这个锐化，而 K70 Pro 它这个锐化的程度会更少一点。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凳子的质感 K70 Pro 它会明显会更舒服一点，更柔和一点。这就是它作为一个2倍的镜头它所有的一个优势，这在谷歌相机里面它是专门给呈现出来了。大家也可以注意看背后的草和这个泥土的一个区别。K70 Pro 它是确实成像质量会比 K70 普通版它这个2倍主摄裁切的它会好很多。在这一张里面 K70 Pro 它这个高光的紫边会有一点严重啊，然后这个雪的颜色它有点过于的蓝了。放大之后它们的区别我们用肉眼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出来，不管是牌子还是背后的雪都是 K70 Pro 会更柔和一点，而 K70 主要是一个锐化拉过来的。而这张结冰的湖水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就不放大了啊。这个路灯真的是非常能表现出来 K70 Pro 的一个巨大优势，我们直接放大来看，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K70 它这个2倍镜头它到底好在哪里。大家注意看这个质感，而接下来依然有很多照片但这个结论和之前的都差不多，所以我就直接放出来，然后大家慢慢的欣赏一下，对比一下，来看看是否符合你的预期。最好你自己要有一个答案，也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一起来讨论。以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K70 系列可以使用谷歌相机拍摄到这样的成片，我是非常满意的啊。不知道各位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当然也希望它使用标准版的自己自带的相机就能拍摄成这样，但是有谷歌相机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到我这一视频应该刚好就是圣诞节这一天，或者是平安夜这一天，这个还是蛮应景的啊。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他们的一些细节的展现，因为这些圣诞的东西它都有比较多的这种细节，不管是这种花呀，还是桌子啊，还是这个椅子，特别我放了一张小米14拍摄的进去，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他们的距离已经缩短了。以上的视频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为止红米的 K70 和 K70 Pro 它们拍照的一个区别，然后我也使用了谷歌相机来告诉大家它们之间差的有多少，以及使用谷歌相机它能不能缩短这个差距，然后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测试一下它们的视频性能，来看看红米 K70 它作为一个红米进军影像方面的一个终端旗舰，它的这个视频能力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那我们走着。好，我们现在把它们
分别放在我的这个怪手上面，同时固定住它们俩。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们 4K 60帧的一个体验。我们将从这个清晰度和稳定性这2个方面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性能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清晰度。好，现在这台是 K70的普通版，就这台是 K70普通版，然后这台是 K70 Pro。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稳定性如何啊。好，清晰度。来看一看地上的雪，然后看看它的这个颜色如何。然后现在我来拍摄这个人脸，看一下人脸的情况。你看一下我这边。好，我现在来跑起来啊。我们就故意这个晃动的幅度稍微大一点，然后看看它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然后具体效果大家直接看我这个视频上面的一个呈现，大家就应该会有一个答案。那我们现在把小米14也加上去，来横向的对比一下，看看它们和小米4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好，现在我把小米14也放上去了，一起来拍摄这个 4K 60帧，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啊。好，这台是红米 K70， 这台是我的70 Pro， 这台是小米14。好，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区别。我们先来看人像的区别吧，你还是看我一下。小米14的这个鬼影问题还挺突出的啊！看到了没？这个影子还行。然后看一下它这个颜色的区别啊。这边刚好有这个红黄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我在这边明显可以看到小米14好像是在这边感受来说啊是更稳一点的。好，现在是一个逆光的情况下。好，我往这边跑一跑，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啊。好，逆光。然后我们再静静的走一段。具体的情况，然后大家直接看我屏幕上展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啊，然后大家可以给他们，然后你们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至少在我屏幕上看的话，就是直接在这边看的话，我感觉还可以，但具体的这个画面质量还是得在电脑上面观看。好，我们整体看下来会发现，从照片方面来说，目前版本 K70 系列70 Pro 虽然有一颗2倍的长焦镜头，但目前的调教还是没跟上，和 K70 标准版的主色裁切2倍拉不开太大的差距，在色调方面甚至不如 K70 的标准版。
但上谷歌相机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发现两极反转了。K70 Pro 的2倍长焦发挥出了真正的实力，在色调和细节上面都可以碾压70标准版的主色彩切，这就很魔幻了。红米还是得谷歌相机来救呗。那么在摄影方面，我们可以根据本次版本的表现得出一个粗暴的结果。如果你想买 K70 系列摄影，但又不想搞谷歌相机，那么 K70 标准版不需要犹豫。你喜欢搞谷歌相机的话 ，K70 Pro 会有更好的成像效果。当然，预算在这个范围内，你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在视频方面 ，K70 系列差别不大，都挺不错的，主摄拍摄视频绰绰有余了。70 Pro 的颜色会更鲜艳一点，其他的细节上面差距不大，4K 60帧都挺好的。整个视频看下来，希望你可以对 K70 系列的相机表现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也是跑了好多地方，在零下给大家拍摄了好多视频和照片，力求给大家一个好的效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多多支持。我是云飞，最后的最后，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